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高分电影，它由第74届奥斯卡影帝丹泽尔·华盛顿领衔主演。该片是全球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火车事故，而现实里的事件也缔造了2位功盖天下的时代英雄。故事开始，在2001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男主弗兰克即将卸任自己的火车机师职务，而接替他的则是旁边叫威尔的年轻人。今天他们要进行一些工作交接，之后弗兰克便会结束自己整整28年的铁路生涯。然而任谁也不会想到，2个素不相识的人第一次合作便创造了历史。与此同时，千里之外的一个调度站正在遭遇险情，一辆编号为777的列车准备转移到另一条轨道上，可驾驶员小胖却发现前方并没有切换。按照正常流程，必须是先停下列车再切换轨道。然而小胖为了省时间，却做了一个危险决定，他把档位设置成低速自动驾驶状态，然后擅自离开了驾驶室。小胖以为自己能赶在列车抵达前手动切换轨道，可结果却完全出乎了意料，因为列车的变速杆并没有挂到底，以至于让低速档回到了全速档上。当小胖慢悠悠地顺着轨道奔跑时，列车已经开始提速前进。这一幕让小胖彻底乱了阵脚，意识到列车才刚刚加速，于是他赶紧迈着矫健的步伐追赶，试图想重新上去控制列车。虽然最终抓住了扶手，可就在上去时还是出现了意外，小胖脚下一滑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而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777自动离开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还得是在我新换的电脑上看。旧的联想拯救者我放转转上回收了19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耳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随后小胖急忙来到调度中心汇报情况，不过他却谎称自己设置了独立刹车，因此列车的速度不会超过25英里每小时。主管康妮听后松了口气，庆幸这个速度完全在可控范围，他没有过多的责怪小胖，但却命令他赶紧开车去追。紧接着康妮给下个站点的杰德打去电话，并让他立即前往777的必经之路切换轨道，这样就能保证列车会驶进一条废弃的路线。虽然康妮迅速安排了截停计划，但他并不知道列车的真实速度。就当杰德赶到指定地点后，才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来晚了。同一时刻的小胖也匆匆赶了过来，但他们也只能大眼瞪小眼，面面相觑。杰德连忙打电话通知了康妮，得知情况的康妮也意识到车子不是低速，于是让小胖接电话坦白实情。这时的小胖也不敢再做隐瞒，不得不承认777其实是一辆全速列车。听到这里的康妮惊恐万分，他让小胖和杰德等人继续追赶，自己则赶紧将此事报给了上级。随即康妮又查看了列车的运输品项，不料这是一辆载有危险爆炸品的货车，其中有8节车厢装满了液态化学，它们不仅有剧毒，而且还非常易燃易爆。也就是说，一旦列车发生泄漏或者爆炸，那么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。这已经不是一辆列车那么简单，而是一枚高速行驶的炮弹。更可怕的是，它正朝着人口密集的市区前进，因为这条主线上一共有169个站点。康妮立即请求救援队赶往各个站点，以此为不可控的惨案做好准备。此时不受控制的列车已是最大速度，它正犹如一头巨兽般咆哮着向前冲去。而就在它正前方的不远处，一辆载满学生的列车也正缓缓驶来。所幸司机提前收到了躲避指令，堪堪在2辆车相撞的同时，也成功拐进了另一个备用轨道。学生们看着呼啸的777号列车纷纷惊叹，却浑然不知自己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另一边，始作俑者的小胖也追上了火车，眼下想要让失控的火车停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驾驶室重新控制。可此时的速度已经达到80英里每小时，所以接下来的每个动作必须万无一失。就当小胖配合队友成功抓到列车时，却不料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障碍物，只是眨眼的功夫，仅有的一次机会也就此错过了。没过多久，紧急救援队伍赶到了各个站点，就连各家媒体也纷纷赶了过来。等到杰德到达这里时，站点两边已经人头攒动，不远处的钢铁巨兽也正咆哮着驶来。然而未等警方封锁站点，一个冒失的老人突然一个急转弯，却将一辆货运车撞进了铁路上，而下一秒，列车直接将他的车子撞成了一堆废铁。如此恐怖的一幕，让现场的所有人倒吸冷气。片刻之后，这些画面被各家媒体发了出去，此事也彻底轰动了整个美国。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，列车的最高管理层开始讨论解决方案。本来有人提出了列车脱轨计划，但没想到却遭到了高层的强烈反对，因为脱轨意味着他们会失去火车上的所有，甚至还要赔偿高额的费用，这对公司来说财产损失太大，旗下的股票也会因此大跌。随后众人想出了一个看似可行的方法，他们让救援队在下一个站点等候，并利用直升机悬吊一名机师准备，等到列车的速度降下来时，则让机师从车顶进入驾驶室。但如果想让这辆列车的速度降下来，那么还需要一个牵引车头，原理是利用车头挡在777号前面进行刹车，以此让后方的列车慢慢的降下速度。操控牵引车的是一名拥有26年经验的机师，此时他驾驶的车头已经和777号保持同步，接下来只需慢慢减速，直到和777号对接在一起即可。而伴随着牵引车速度的下降，失控的列车自然而然地撞了上去，只一瞬间，整个牵引车的刹车系统火花四溅，
不过还好成功让777号减慢了速度。而当2辆列车全部都降到40以后，与之同步的直升机也赶紧降下了机师。然而就当机师刚刚落在列车顶部，777号的速度却突然失控，分秒间又撞上了前面的牵引车。强大的惯性将上方的机师掀飞到后面，而这也导致了整个计划瞬间失败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前面的牵引车被撞离了轨道，马上要退休的机师也不幸遇难。如此惨烈的一幕让人感到后怕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众人还是没能阻止777号列车的前进。机师的牺牲让大家心情低落，但此刻却不是悲伤的时候。紧接着更紧急的情况随之而来，一辆编号为1206的列车不知何时并入了主线，此时正迎面朝着777号的方向飞快驶来。驾驶1206列车的驾驶员不是别人，而正是最后一天上班的弗兰克以及刚刚入职的新进员工威尔。弗兰克必须赶在下一个轨道切点进行避让，否则一旦和777号产生正面撞击，势必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。通过和总部沟通，弗兰克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也明白了现在的情况有多棘手。而就在两车即将相撞之际，弗兰克却突然开始减速。新手威尔见状有些不解，弗兰克则解释，如果速度太快，那么列车切换路线后容易脱轨。与此同时，777号也快速驶了过来。在这惊险万分的时刻，弗兰克驾驶的列车终于成功进入了另一侧。然而因为1206挂载的车厢过多，以至于让最后一节没能成功避过。只一瞬间，777号强大的冲击将其撕成了碎片。好在最后一节车厢是空的，所以并没有引发特别的状况。可接下来777号将要路过人口密集的城镇，而这也是对营救队伍的最后一次考验。为了避免更大的危险发生，高层领导不得不做了一个艰难决定，那就是利用移动式脱轨装置，让777号列车在第一个小镇的郊外脱轨。而当弗兰克得知了这个消息后，他却对此嗤之以鼻。列车的重量大概有1000万吨，所以现在的装置根本无法阻挡这个惯性。不经意间，弗兰克看到777尾部的连接器是打开的，也就是说可以利用拔河的原理进行反向刹车，以此就能减缓列车的速度。于是弗兰克决定追上777号进行尝试，但却遭到了新手威尔的反对。他认为弗兰克完全是在逞英雄，万一这样做影响了列车的脱轨计划，那么他们的职业生涯将彻底结束，甚至还会因此担上刑事责任。可即便如此，弗兰克依旧没有停止准备工作，因为早在3个月前，他就被高层无故强制提前退休，就连退休金也被减半发放。此刻前途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，现在的义无反顾不是为了公司，而是为了心中的职业道德与责任。或许是被弗兰克无私的精神所打动，威尔也决定加入进来，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救援之路。就这样，一老一少驾驶着1206车头开始反追，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两人却无疑成了这场灾难的救世主。很快康妮知道了弗兰克的截停计划，于是急忙将列车在有危险品的情况告知了对方。与此同时，下一站的救援队伍已经开始疏散人群，还有一些手持武器的警察提前守在了站点。他们第一步要打坏车上的安全阀，这样就能让车子的速度慢慢的降下来。可安全阀就在油箱的上方，如果手抖没有击中目标，那么可能还会导致车子产生爆炸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武器很难在毫秒间击中安全阀，因此这个方法失败了。好在前方还有高层安排的第二步，只要列车经过移动式脱轨器，也能让这场灾难止步于这个小镇。这是阻止列车前进的最后一个办法，当然也是最坏的一个方法。不过大家显然小看了这辆钢铁巨兽，正如弗兰克所说，脱轨器根本无法阻挡列车。只一瞬间，777号就以极快的速度摧毁了所有脱轨器，并犹如切豆腐一般碾碎了所有障碍。恐怖的场面也震惊了全国上下，眼看着各种方法都不行，高层只能把希望放在了弗兰克和威尔身上。不过现在的时间十分紧迫，因为再过2个站点就到了人口密集的市区，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弧度很大的弯道，按照正常行驶速度，列车必须保持在25才能安全通过。但777号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值，也就是说777号列车不可能会通过弯道，也必然会直接发生脱轨侧翻下去。届时这座数万人口的小镇也会被夷为平地。在时间越来越紧急的情况下，弗兰克驾驶的1206终于追了上来，而媒体们也纷纷把焦点对准了他们。有人开始模拟他们这种方法的可靠性，但最终谁都无法把握能否成功。就在两人距离777号越来越近时，威尔来到了外面，他要确保成功对接后才能让弗兰克反向刹车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弗兰克缓缓朝着777号的连接杆撞去。只一瞬间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车厢里的稻谷撞了出来，威尔也瞬间失去了所有视野。这时观看直播的人们不禁紧张起来，但弗兰克并不知道有没有对接上，他不停地询问威尔的情况，而威尔经过短暂调整，这才看清2辆车子对接上了，但关键的连接器却没有落锁，这意味着他们随时有可能失去777号。于是威尔不顾生命危险，竟然直接跳到了连接杆上，他用手不停地拉扯连接器，试图让它赶紧落锁。幸运的是，百般坚持下终于成功，但因为惯性自己却被列车甩了出去。看着威尔的身影突然消失，人们此时此刻的担心都提到了嗓子，就连弗兰克也认为他凶多吉少。
然而奇迹在此刻发生了，威尔凭借强悍的身体素质逢凶化吉，他幸运地爬回了列车，并在无比惊险下捡回了小命。虽然这次脚部受到了创伤，但连接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。当威尔顺利地回到驾驶室之后，两人将重心放在了最后的一个站点，也就是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大型弯道。弗兰克心里清楚，如果想要安全地渡过弯道，单靠1206的拉扯显然不够。虽然已经大大减缓了整体速度，但想要降到25英里每小时根本不可能。而就在弗兰克陷入绝望时，威尔却提出了一个关键点：既然每节车厢上都有独立刹车，为何不跳过去将它们全部打开呢？如此一来就能拉低整个列车的速度。这下让弗兰克又看到了希望。现在只要将777号后面的几节打开独立刹车，然后再利用1206车头的反向拉扯，那么必然可以达到最大强降速的效果。事不宜迟，弗兰克果断将驾驶位让给威尔，自己则冒险前往777号列车进行手动刹车。这一举措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，大家都纷纷祈祷弗兰克能够顺利完成。随着后面几节车厢的刹车系统启动，整个列车的速度果真降了下来。而此时距离大型弯道也越来越近，弗兰克只能不停歇地跳向一个个车厢。看到速度已经接近25英里每小时，威尔则启动了1206车头的反向刹车，但没想到产生的作用力却直接导致了刹车崩坏。所幸手里还有一个独立刹车，不过需要等进入弯道时才能打开。随着列车快速地逼近大型弯道，弗兰克通知威尔准备启动最后一步。此时这头钢铁巨兽一边的轮子已经倾斜，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侧翻的危险。眼见时机已经成熟，关键时刻威尔启动了独立刹车，强大的反作用力又将悬空的轮子拽了回去。他们终于稳住了列车的速度，并安全地驶过了致命弯道。这下让一直关注的人们激动不已，也总算可以缓了一口气息。虽然安全渡过了弯道，但不久后列车的速度还会提升上去。此时弗兰克被一节车厢堵住了去路，超远的距离根本不可能跨越。看到这里的大家不禁都屏住了呼吸。而就在局面陷入僵局之时，杰德却突然开着车子追上了1206，他大喊让威尔跳到自己的车上，并计划趁着现在的速度去追赶车头。很快杰德顺利接到了威尔，两人立刻朝着777的车头疯狂追去。这一幕让所有人振奋不已，全国上下观看直播的人们也都陷入了癫狂。片刻之后，车子和列车达到了同步速度，威尔则直接纵身跳了过去，他成功抓住了扶手，而这也让所有人都激动地大叫起来。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救援，大家终于齐心协力阻止了这场灾难。而随着威尔缓缓地开始操控驾驶室，本片也宣告了结束。该片改编自2001年俄亥俄州的真实事件，而现实里也犹如影片的剧情一样，很多平凡的人自愿加入了这场救援，也正是他们最朴素的正义和责任感，最终团结一心阻止了一场灾难。